5年后，现在300万的房子会值多少钱？马光远2句话说清楚了。房屋是大多数中国家庭财产配置中最为重要的部分，许多高净值人群通常拥有多套房子，其中不乏房价高达200-300万的高品质住宅，为这些人群提供了较为舒适的居住条件，提高了生活水平。现代住宅不仅只具备居住属性，通常也寄托了家庭保值升值的期望。高品质住宅尤为如此，其房价的涨跌对家庭的财产安全影响非常大。住宅的金融属性虽然在国家房住不炒的理念下有所削弱，却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。大部分人在购买房屋尽优先考虑的还是升值可能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看清房价变化的趋势，特别是几年之后的房价形势。而马光远却通过2句话将5年后300万房子的价值说透了。1、房价变化趋势。房地产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，从1998年住宅市场化开始，房价一直处于上升态势，虽然中间有所调整，但整体趋势是向上的。从地产行业发展态势上来看，居民对于住宅，特别是高品质住宅的需求是不会减少的，这就决定了房价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。然而，在地产发展的不同时段，房价反复和调整是必然存在的。当处于地产低谷时期时，房价遭遇下行状态，对房屋的投资会引起财富损失。如果遇到地产冰点时期，市场上对房屋的需求会降到极点，大部分房屋无法售出或需要打折才能销售。在这种时期买房是不好的选择。当前地产市场便是处于这样一个较冷的时期。自2019年起，国家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步伐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对楼市进行打压限制，房屋金融属性逐渐被削弱，房屋交易量持续下降，房价也跌跌不休。部分现金流不足的地产商频频暴雷，楼盘交付延期，甚至出现烂尾。国家意识到楼市已成为拖累国家经济的包袱时，从去年开始就是出台大量政策稳定地产市场，让地产回归到正常发展轨道，但收效甚微。实际上，商品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，虽然价值比较高，但始终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供需规律。当前市场上普通住宅非常多，几乎遍地都是，潜在的购房者却是有限的。特别是随着出生率的降低，未来人口会减少很多。从长远来看，住宅是供大于求的，当前大部分房屋形势堪忧。从经济层面来看，经济下行导致大部分行业营收冷淡，公司经营不善，进行降薪裁员几乎涉及到大部分行业，许多人收入降低，更不敢买房。部分购房者担心房价可能会进一步降低，即使有些刚需客户也驻足观望，生怕一不小心多掏一大笔钱来，楼市交易量始终不见增长。但是与普通住宅行情相反的，高端房屋市场却始终火爆，虽不至于一房难求的程度，但无论新房去化还是二手房交易，数量始终比较多。在大部分购买300-400万房子住宅的人群心中，高总价的房屋必然不会降价，值得进行投资。这些高总价住宅就一定会在未来几年涨价吗？2. 马光远意见。马光远对此并不怎么认同，中国的地产与政策倾向息息相关，国家对于地产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，不会再允许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暴涨。对于楼市后续的发展，马光远有2句非常著名的话。一句话是，房地产作为中国最好投资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另一句话是，未来房子将会逐步回归到居住属性。国家对于地产的救市，并不意味着允许房价再重新回到前几年无限制上升的程度。过度的金融属性影响地产的稳定性，不利满足居住需求。当前阶段，虽然已经取消了大部分城市的限购和限贷政策，将房屋买卖重新回归到相对自由的交易状态，并适当放松了对房价涨跌的限制，但从国家对地产的态度上来说，对地产的定位始终是房住不炒加止跌回稳。政策方面不希望房价再出现大规模上涨，这是底线。
马光远认为，在国家的引导和干预下，房屋在投资领域内的价值已经不大，房屋投资回报率降到最低，正在重新回归到原本正常的居住属性。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是根本性的，若房价重新出现不合理的涨价，国家会重新将一篮子工具再度祭出。这种预期让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，房价只会在一定范围内涨跌，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吻合，不会因房价高低对经济产生太多影响，让地产更多向满足功能需求的纯粹角度发展。马光远认为，房屋作为投资工具已失去意义，购房时不能过多的考虑盈利问题，只有高端的房屋才具有保值增值的价值，不要盲目进行投资。地产从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逐渐降低到正常市场经济的一部分，随着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而涨价降价，房价符合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。只有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，企业利润逐步提高，各行各业正常运营，房价处于人们所能接受的水平，这才是未来地产最可能出现的状态。影响房价的因素非常多，与购房需求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购房者多，房价自然会涨，但购房者数量降低时，房价就会下降，这符合市场经济。由此，马光远认为300万的房子，未来可能很难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保值升值。这是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的判断，需要引起人们警惕。不管是发达的一线城市，还是发展相对缓慢的2、3线城市，300万的房子在未来的价值都不是很大，存在无人接手的可能，只留在自己手里。300万房子在北上广只是刚需。300万听起来很多，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，但在北上广等城市，300万的房子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求，往往是刚需群体的选择。大城市300万的房子只相当于普通城市100万以下的住宅，地产市场中属于比较低端的产品。这类房屋本身的升值潜力非常低，不利投资。这种房子在一线城市的位置往往不佳，房屋位于非常偏僻的位置，缺乏相应的教育、医疗等配置设施，道路交通不完善，生活非常不便。刚需通常将其当作资金不足时的过渡居所，等到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会选择进行转换，出售对象也只能是同样没什么钱的刚需人群。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和周边新房的陆续建设，5年前的刚需房通常无法与新房相比，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，价格方面没有太多议价的空间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市中心的老破小，位置和配套方面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房屋品质非常差。有些年限较久的房子可能存在安全隐患，有些老破小由于学位比较不错，在之前还有一定的升值潜力。但随着适龄儿童数量的降低，优质教育资源对房价的影响会逐渐降低。因此，马光远认为，虽然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潜力较好，但300万的房子由于自身的问题，大多无法享受经济的红利，升值不大。4、其他城市300万房子难升值。对于其他城市而言，300万的房子虽然是中上档次的房子，无论是位置还是房屋品质相对都不错，但在城市发展大潮中涨价难度也比较大。人口数量减少是全社会面临的问题，普通城市还存在人口外流的问题。2个因素综合导致普通城市未来购房人数会下降，房屋出现过剩情况。何况普通城市经济发展潜力有限，居民收入水平增加速度比较慢，大部分人群都无力购买300万的房子。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购买的可能，但这部分人群手里并不缺高端住宅，更倾向于档次更高、科技感更强、现代化更全面的新房，对5年前的房子兴趣并不是特别大。因此，马光远认为，普通城市300万的房子由于缺少市场需求，5年后将面临无人接手的尴尬局面。房子位置虽然不错，但却并不受欢迎。结语，在马光远的理解中，中国的地产行业已经基本回归到居住属性，房屋作为投资手段不再具有优势，对房屋的投资不会取得太高的收益价值。
从国家层面来说，不允许房价有较高的上涨，也会尽可能防止降价太多。总体要维持房价的相对稳定，并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匹配。从市场需求来说，人口数量的减少已是全社会共认的事实，代之而来的是购房需求的减少，供需关系已经发生变化，房屋涨价的可能不大。由此可见，马光远认为300万的房子，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普通城市，5年后的价值会低于现在，但是否需要买房，还是要从满足家庭居住需求来考虑。